那么，无量法身、无量寿、无量光，本师释迦牟尼，外卢迦那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那么，上海会自在通往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那么，一切护法菩萨摩诃萨。各位师兄姐好，今天是2026年3月14号，也是我们大般涅盘经释一品最后一集。释一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找到那一位已经见性明心的菩萨，列出了四个必要的德性。我们上次已经讲完依法不依人，今天接着讲依义不依语。经文：依义不依语者，义者名曰绝了，绝了义者名不淫劣，不淫劣者名曰满足，满足义者名曰如来常住不变。如来常住不变义者，即是法常；法常义者，即是生常。是名依义不依语也。所谓的依义不依语，即是依止于已见性觉了如来法性的善知识。觉了法性，即不再是淫劣的六道众生，不再淫劣，即是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的佛果。圆满佛果，即是如来大般涅盘常乐我净。如来常住不变，即是如来法性常住不变之真理。知如来法性常住不变者，即是如来潜在人间的生宝。依止已见性证得法性常住的生宝，亲近这样的人，进而成为这样的人，这才是真正的依义不依语。经文：何等语言所不应依？所谓诸论启示文辞，如佛所说，无量诸经，贪求无厌，奸巧愚现，诈现亲附，现象求利，经理白衣，为其直译。有哪一些语言是我们不应该依止的？就是种种言论文辞华丽，就像佛演说无量经典一样，但是它的目的是在于贪求供养，心无厌足，奸诈狡猾，阿谀谄媚，亲近攀附，视现其意，
假装威仪、自说功德等刻意表现，这些种种啊，都是为了贪求人家的利养，经常编织理由，令在家二众为其时益劳力。经文又复唱言：佛听比丘去诸奴婢不净之物，金银珍宝、谷米仓库、牛羊象马，贩卖求利，于机警事怜悯子故，复听比丘储存陈述，守制作时，不受而啖，如是等语所不应依。他们又说啊，佛陀允许比丘蓄养奴仆以服劳役，拥有金银财宝，囤积粮食，经营仓库，蓄养牛羊、象马等牲口，来做买卖赚钱。那是佛在饥荒时，因为怜悯弟子，准许比丘储存粮食，自己生活煮饭，不按戒律接受供养，自行取食。像这样的言语是不应该依止的。经文依智不依事者，所言智者即是如来。若有声闻不能善知如来功德，如是之事不应依止。若知如来即是法身，如是真智所应依止。若见如来方便之身，言是诸界，是因界诸入所摄，实所长养，亦不应依。是故知事不可依止。若复有人作是说者，及其经书，亦不应依。所说的智者，就是如来的化身，也就是如来所遣的使者，就是之前我们讲的极乐世界来的那一位菩萨。如果有声闻乘的行者，不能如实了知如来常乐我境界的人，那他就是还没有见性，不应该依止他。若有人能见性证得自性真我，如实了知如来法身常乐我净，此人即是具足真智之善之事，应当依止如是之人，亲近追随，依其教导而修行，最后证得与之相同之如来境界。若是有人见到释迦牟尼佛的肉身，就认为这个肉身就是如来，说如来是五阴十二入所构成，也是依赖饮食所长养肉体。这等言论啊，没有见性，他只看见向上的生灭，不知道性上是不增不减的。这个性就是法性，这个法性就是如来的法身。法身不增不减，不生不灭。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随缘示现，有生有灭，不应该以释迦牟尼佛有生有灭的肉身来断定如来不生不灭的法性。
像这样是没有见性的说法，也不应该依止。所以啊，未见性者不知如来实相。如来实相就是刚刚说的，如来法身不生不灭，这是实相。相上有生有灭，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肉身。他没有见性的人，没有办法看见这个实相。所以啊，以凡夫有限的知识经验呢，妄想揣测实相，这是不可以依止的。若是有人呢，如上所说，那么他的言论以及他所著述的经书，纵然引经据典，名望崇高，寺庙昌盛，道场广布，尽是不是本心，不应该盲目追随，不可依止于他。经文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者，不了义者谓声闻圣，闻佛如来深密藏处，须生疑怪，不知是藏出大智海，犹如婴儿无所别之，是者名为不了义也。不了义者，指的就是声闻圣所依止的阿含经。当然更泛指一切不能见性成就如来法身常乐我净功德的一切经典。声闻圣的行者听闻佛如来所说甚深隐秘的法藏，这是什么法藏？就是能令众生见性成就如来功德的光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他们听到心里皆生疑惑奇怪，他们不知道光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能尽除一切业障种子，能重现众生自性本具的广大智慧。声闻圣出家行者于此就近法义啊，犹如婴儿，无从分别，无所知晓。是故称此等经典为不了义。是故当知，修行之人应依止直显法身常住、见性成佛的了义经典，光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及一切大圣经典，而不依止三位开显究竟实相的不了义经，这才是真正的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经文了义者，名为菩萨真实智慧，随其自性无碍大智，犹如大人无所不知，是名了义。了义者，就是以修正见性证得如来真实智慧的菩萨，随其自心以证真如本心，离一切相，无所分别，故能事事无碍，入佛智慧海。
自等佛智，犹如大人无所不知，是名了义。郭志诚大师的寄语。为什么修观无量寿佛经能得菩萨真实智慧？这句是本原场充满宇宙，这就是如来的法身，遍一切处，法自然万象更新。法就是效法依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一切自然万物，依经文内容随文入观，大千世界讯息联，佛慧挂通之先机。正得诸法实相，就是正得法性，也就是正得法身。这法身跟如来的法身不一不异，不是同一个，但是佛性所证得的境界完全相同。佛慧挂通之先机，佛的智慧在我们证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我们的智等同佛智，无所不知，所以末世众生若见此疗愈之事，即是生宝，应当依止，勿取相貌，勿着色相，一切众生皆当如是依止。经文又声闻圣名不了义，无上大圣乃名了义。若言如来无常变异，名不了义；若言如来常住不变，是名了义。声闻所说因正之者，名不了义；菩萨所说因正之者，名为了义。再者，声闻圣的修行，是否要让我们见到诸法实相，测证涅槃常乐我净的这一个目标下，一个过渡的教法，并不是一个能够成就如来法身的方法。所以声闻圣的修行是不了义的。这里说声闻圣，当然也泛指一切无法证得如来常乐我净的一切教法84000法。无上大圣依大圣经典，如实了知法性缘起性空，依第一义观无量寿佛经，如实见如来法界性，从成所作智入妙观察智，入平等性智，究竟入于大圆净智，而得自在无碍的行者，证得如来常乐我净，才称为了义。如果有人说如来是无常的、不永恒的，这就是不了义，因为他不知道法身不生不灭，常乐我净。如果说
如来常住不变，这才叫做了义。声闻圣所说的修行方法，以及所应该证悟心净火灭的境界，还是有维系的习气，并不是终极究竟的境界，称为不了义。极乐世界来的那一位菩萨所说，依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为核心的修行方法，以此经典见性正德、常乐我净的境界，才称为了义。经文：若言如来实所长养是不了义，若言常住不变异者是名了义。若言如来入于涅盘如心净火灭，名不了义。若言如来入法性者，是名了义。这里说心净火灭，这是阿罗汉证得的境界，不是如来常乐我净的境界。如果有人说如来是饮食所滋养成长的，这只有看见表象，肤浅见解，所以称为不了义。如果有人说如来是不生不灭、无始无终、常住不变的，这就是如实的知见，这是法性，这是诸法实相，所以了义。如果有人说如来入于涅盘，如同柴火烧尽，火已熄灭，这是肤浅见解，不了义。如果有人说如来是入于常乐我净的涅盘境界，这是如实之见，了义。我们看一段《大破涅盘经》金刚生平第2的经文，可以知道如来的法身。世尊复告迦摄：善男子，如来生者是常住生，常住生就是不生不灭，无始无终，就是你找不到他开始的那个时候，而且他也终究没有灭亡，他超越时间，时间没有办法困住，永恒存在，是不可坏身。不可坏身就是金刚不坏，没有任何外力能够折损它，它也不为烦恼所污染，不为灾厄所害，是金刚之身。金刚之身就是坚固无比，能破一切无明烦恼，不为一切诸魔所动，无坚不摧，是非杂食身，就是不依赖世间饮食，它以法喜为食，禅悦为养，清净无漏，这些形容即是法身。这就是诸佛清净法身，遍一切处。经文：声闻乘法者不应依，何以故？如来为欲度众生故，以方便力说声闻乘，犹如长者教子办事，
善男子，声闻圣者犹如初根未得果实，如是名为不了义也。是故不应依声闻圣。这段经文明确的讲出来，为什么不要依止声闻圣？声闻圣是一个过渡的教法，先让修行者能够离开生死的轮回，但是还没办法证得常乐我净，因为那时候只教了一半，教了半世，要有那个程度再教后面能够终极成就如来涅盘实相常乐我净的那个教法。所以世尊在大般涅盘的那一天呢，特别交代，不要依止于声闻圣。把这话讲透彻，就是不要依止于不能见性成就如来涅盘境界常乐我净的一切教法，都不要依止。不只有声闻圣，声闻圣都已经能证到阿罗汉了，但阿罗汉还不是究竟。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的意思。声闻圣的法就不应该依止，为什么呢？如来为了度化众生，以善巧方便说了声闻圣，这就像一个长者教导自己的孩子，只认识半个字，还没全部教完。善男子声闻圣的教法，就像刚刚开始耕田，还没有得到果实一样，就是还不是最终结果，这样就称为不了义。因此不要依止于声闻圣。为什么佛不让我们修声闻法？因为阿罗汉是以四谛法成功破除我相，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因为它不再以我为中心来做思考，所以达成了不再升起烦恼。但是它仅止于不生烦恼，没有办法让自信能生万法的强大功能启动起来，来度化众生。经文：大圣之法，则因依止。何以故？如来为欲度众生故，以方便力说于大圣。是故因依，是名了义。佛来说破世界，就是为了让我们都能入于如来法性，都能证大般涅盘。所以这个大乘教法还是达成这个目的的终极教法，这个教法才是我们应该依止的。如来为度众生见性成就大般涅盘，
以种种譬喻，善巧方便，解说实相，演绎大圣，并且立光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让我们见性，成就四智菩提，成就涅槃，常乐我净，所以应该依止，这才称为疗义。佛在末法，再遣大菩萨生宝常住，来建立护持这个无上大圣，即是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观经。依循此经，能证如来法性，能证涅槃常乐我净。经文如是事义，应当正之。上面所说的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正是佛为了想要出离生死，成就常乐我净涅槃境界而寻师访道的我们所立下的检验良尺。经文复次依义者，义名直指，直指者名曰光明，光明者名不淫劣，不雷劣，不雷劣者名曰如来。这是世尊再帮我们整理一下，所谓的依义，这个义就是指我们要归于见性明心、心性直指之人。直的相对就是曲，弯曲，曲者就是贪嗔痴，以正真心，正直无曲，还原真我，不贪不嗔不痴，无贪无嗔无痴，就是去除遮蔽太阳的云层，即能重现自信的光明，显露自信光明，就不再是雷劣的凡夫，不雷劣就是如来佛。经文又光明者名智慧，名为智慧；直指者名为常住。自信光明，能通佛智慧海，真心直直无曲，重现自信光明，就能成就如来法身，常乐我净。经文如来常者名为依法，法者名常，义名无边，不可思议，不可执持，不可细复，而亦可见。若有说言不可见者，如是之人，所不应依。是故依法不依人。这里重新再帮我们整理了依法这一段。我们要皈依于见性明心、正如来法身、不生不灭的人，这就是依法。依观经就是依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见如来法界极乐世界常乐我净。在这个禅定的当下，我们能够体验一下常
的感受。如来法身遍十方，广大无边，极乐世界无量妙色，不可思议。极乐世界如来法身无形无相，不可执持，不可细复。但是啊，极乐世界的无量妙色以及如来的法身，却可以用心眼来观见。如果有人说极乐世界如来法身没办法看见，此等未见性，这些人没有见性，不应该一直这样的人。所以要归于见性明心，能见如来法界性，正如来常乐我净的人，而不是归依于名气大、地位高、信徒多、寺庙庄严、道场广布之人。我们看清楚我们的目的，就要见性明心，是想证如来的大波涅槃，而不是谁的名气大去皈依谁。名气大、寺庙庄严、道场广布，能让你见性明心吗？经文：若复有人以微妙语宣说无常，如是之言所不应依，是故一义不依语，会宣说无常，那就是他没有见性。如果有人以华丽微妙的言辞宣说如来有生有死，因为他看见释迦牟尼佛出生而且死亡，所以说如来无常。他不知道诸法实相，这样的言论没有见性，与实相相悖，不应依止。因此，这就是依义不依语。经文这也是世尊再帮我们整理一次：依智，依智者，众生是常，无为不变，不续八种不净之物，是故依智不依于事。若有说言，是作是受，无和合生，可以故，夫和合者，名无所有；无所有者，云何言常？是故此事不可依止。所谓的依智，众生是常，众生指的不是一般的出家众，而是指圣贤僧，也就是以正见性的圣贤。圣贤僧见性明心，所证境界是常，不生不灭就是常。无为离诸造作，不变随缘示现，法身不变。一正见性之人呢，不可能因为五欲才摄名食睡，去饲养八种不净之物，
就是捞钱。所以，我们依止即是依止见性明心的圣贤菩萨，而不依止于未见性的世心众生。世心就是我们平常人第六意识，生生灭灭，贪嗔痴的心。如果有人说人是有意识心在造作，有意识心在感受，所以没有和于真理的圣贤身，他的理论是怎么样呢？因为和于真如，那就是一切皆空了，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既然什么都没有，那怎么能说它是恒常不变？这是个歪理，这是没见性的人所说的见解，不可以依止。经文依了义者，了义者名为知足，终不乍现威仪，清白、骄慢、自高、贪求利养，欲如来随以方便所说法中不生执着，是名了义。若能住，若能住，若有能住如是等中，当知世人则为以得住第一义。是故名为医了义经，不医不了义。所谓的医了义啊，了义者就是修行如来第一义谛。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见如来法界性，以正见性明心。见性明心者，他已经无所求了，所以知足，绝对不会为了贪求利养啊，去假装威仪，就外表庄严，与清白就自显清高，更没有骄傲、我慢、自高、自大的我相，也不会对于如来权宜所说非就近解脱的84000法门生起执着。因为啊，见性明心的菩萨知道，唯一能证如来涅槃实相的，唯有一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见性，方能成就。所以自然不会对84000法门升起执着。楞严经说：如人以手指月世人，彼人因此当应看月。若复观子以为月体，此人岂为王师月轮？一王其子。就好像有人以手指着月亮，告诉你月亮在那里。但是呢，正常应该我们顺着他的手指，顺着他手指的指引，应该是去看到月亮。如果不明就里的人呢，就看着他的手指，以为他要我们看的就是这个手指。
那这一个人呢，就失去了看见月亮的机会了。一王其子，连这个方便法的真实意义也不明白。84000法都是为了引导众生修行见性，都是指向月亮的手指。不能以为这个手指就是月亮。不了义者就是认为84000法都是佛所说，所以修84000法都能成佛。重点是在于能不能见性。不能见性，84000法让你修骗了，也是徒劳无功。能以如来第一义谛见性成就，少欲知足，常乐我净，这就叫了义。如果有人能够安住于这样的第一义空的境界，应当知道啊，这个人就已经证得了第一义谛的究竟真理。因此，如来第一义谛叫做了义经，不了义经就是84000法。经文不了义者，如经中说：一切燃烧，一切无常，一切皆苦，一切皆空，一切无我，是名不了义。何以故？以不能了之如是义故，令诸众生堕阿鼻狱。所以者何？以取着故，于义不了。一切烧者，为如来涅盘一烧；一切无常者，涅盘亦无常。苦空无我亦复如是，是故名为不了义经，不应依止。不了义者，见到杂阿含经说，一切都在燃烧，这是说受贪嗔痴烦恼火烧的意思。一切无常，一切法不能永恒存在，一切到最后都是空，是无所有，一切都是无我，就是无法自我主宰。世尊一开始讲这个声闻法，是要破我们对世间的执着，所以告诉我们，一切都是苦，一切都是燃烧，你执着的一切事情终归毁灭。然而，这是只讲了一半，让我们破这一个对世间法的执着。但是，自信的常乐我净，如盘涅盘境界，那时还没讲出来。为什么说刚刚说这些是不了义？因为这是声闻法，虽然能出生死，就是能够灭烦恼，但非究竟法，以其不能了解如来第一义，见性明心，能证涅盘常乐我净，这才是
就近疗益。经文上说，不能了如是义故而令众生堕阿鼻狱。为什么？因为这些见解有可能会让众生因此毁谤如来涅盘，因为他说涅盘也在烧，也都是烦恼，也都是无常，也都是苦，一切都是空。因为毁谤如来涅盘堕入阿鼻地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执着于声闻乘法，声闻乘法是长者教爱子办事。如果执着声闻乘，就是终极教法，不能了解见性明心，成就大般涅槃常乐我净，才是如来第一义。所以做出错误的解读，认为一切烧者是说如来涅槃境界一样都受贪嗔痴火烦恼火燃烧，同样的一切无常，所以涅槃也是无常，一切苦空无我，所以涅槃也是苦空无我。但是实际上涅槃是常乐我净，因此这叫做不了义经，不应当依止。经文：善男子，若有人言，如来怜悯一切众生，善知识以知识故，说轻为重，说重为轻。如来观知所有弟子，有诸坛乐供给所需，令无所乏。如是之人，佛者不听受续奴婢、金银财宝、贩卖市场不净等物。如果有人说如来因为怜悯一切众生的缘故善于了知说法的实际与因缘，因为善知识矣所以有时候会把轻罪说成重罪，是为了警示众生；有时候会把重罪说成轻罪，是开许方便。就像之前我们说，有护持正法者，可以受续8种不净之物，而且获得佛的赞许。如来观察所有的弟子当中如果有的人他的信众，也就是他的施主，能够供养他日常所需，让他衣食无缺，无所匮乏，那对这样的人，佛是不允许他接受蓄养不净之物的。经文：若诸弟子无有坛乐供给所需，食事饥馑，饮食难得，为欲建立护持正法，我听弟子受续奴婢、金银、车乘、田宅、谷米、麦役所需，虽听受续如是等物，要当尽是笃信坛乐。如果有出家的弟子没有信众施主
供养他们日常所需，又碰到饥荒、因食难以获得的恶劣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继续修行，并且建立以护持正法流传，世尊允许出家的弟子接受和蓄养奴婢、经营车乘、田宅、谷米等物，也可透过贩卖交换来取得生活必需品。但这是为了维持生活，不是让我们贪心的去取得这些财物。即使世尊允许在这个情况下，让出家人接受和蓄养这些物品，也应该要如法的做祭司，就是交付给那些具足亲信信心、笃信佛法的在家居士来代为管理。如是经文，如是世法所应依止，若有戒律、阿毗昙、修多罗，不为世事，亦应依止。若有说言，有实非实，有能护法，不能护法，如来悉听一切比丘受续如是不尽物者，如是之言不应依止。若有戒律、阿毗昙、修多罗中有同事说者，如是三分，亦不应依。上面所说的依法、依义、依智、依了义经，是我们应当依止的准则。如果有律藏、论藏、经藏不违背这4种原则，那我们也一并依止。但是如果有人说，无论有没有足够的供养的太平时代，还是饥馑匮乏的困难时节，无论是不是有在护持正法的比丘，还是不能护持正法的比丘，如来一律允许所有比丘接受蓄养、经营等这一类不净之物。这些都是为了自己名闻利养所编织出来的话，这样的言论不应该依止。即使有律藏、论藏、经藏这三藏经典中啊，如果有一律开许的这种说法，那这3类的经文也不应该依止。最后一段经文：我为肉眼诸众生等说是事一，终不谓于有慧眼者。是故我今说是事一。法者即是法性，义者即是如来。常住不变，即是如来常住不变。智者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了义者了达一切大圣经典。这是佛为事依法做下的最后总整理。事依法是世尊为那一些只有肉眼的众生所说，就是为我们讲的。终不谓于今时于我座前具有慧眼者一切菩萨阿罗汉所说也。所以
世尊现在说这四依法的真实含义，就是要依止于以见性证得诸法实相，就是法性；证得如来涅槃常乐我净，就是如来常住不变。知道一切众生都有与如来相同的佛性，只要依循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修行见性，转化去除我执妄念，并通达通达一切大圣经典的真实意趣，乘法信愿行者都能成佛。好，今天我们把《大般涅槃经》释义品全部讲完，非常感谢师尊山海会大法师悉心教导，以及各位师兄姐一起在空中佛堂的共修。那我们今天就结束了，期待下一次的共修。我们来合掌感恩一下。感恩山海会大法师无量功德，智舍清净业报，智舍清净业报，亲临人间，广演如来最后垂范。佛说观无量寿佛48愿无量义禅经，见性为妙大法，一生成佛之道。无量寿佛，无量寿佛，无量寿佛。